李先生，乔姑娘，上次李先生拜托我查尸魂的下落，我查到一些线索。10年前我们放走他时，他曾写过一封书信道谢，是出自薛玉镇采莲庄。不过这也是10年前的事了。这人海茫茫，能得一些细微的线索也是不易了。多谢乔姑娘。李先生不必客气。其实今天我来，还有一事。乔姑娘，你说。昨天那个香囊。哦，你不说，我倒是给忘了。萧大侠昨日带你匆匆离去，我便把它收了起来。这个本是乔姑娘的固有之物，应当还你。乔姑娘，这香囊是我亲手给他做的。10年了，我守着这个念想，苦苦等了10年。虽然也早想过，即使他迟迟不回来，便是答案了。只是，虽然我心里早有准备，可真到听到他跟死扯上关系，我还是乔姑娘，斯人已去，也不用太伤怀了。李先生，我曾经有过一瞬间，产生了一些荒唐的念头。不过是我接受不了现实，自欺欺人罢了。如今，我也该醒了。这是他的贴身之物，随他去也好。这10年的等待都结束了。既是故人，便让他留在故事里。乔姑娘，当安心的向前走。李先生，谢谢你。哟，乔姑娘。哎，这乔姑娘怎么也来了？我可提醒你啊，人家乔姑娘可是名花有主的人，你可少打歪心思啊。我听院里的小和尚说了，说这百川院的院主们都来过了。哦，你刚刚没来，这个几院主给我带来了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少师剑。少师剑，你摸到了？那是自然。实不相瞒，我在地道里救了乔姑娘，哼，他们为了感激我，让我目睹一番，顺便也让我摸了一下。我和你说，这把剑还真的挺重的，都摸得我手疼，我一时半会儿还拿不起。你这一天天的踩了什么狗屎运？我想摸都没摸到呢。哎，你看看，这个手都摸出茧了。你少来！
没大没小。你这药已经喝完了，我跟无量和尚说了，他一会儿就来看看你的情况。谢了啊。